海贼王里那些最具有灵魂的 CV， 在动漫里，如果说剧情和人设赋予了角色生命，那声优就赋予了角色灵魂。草帽一伙倒不必多说，毕竟真的是刻骨铭心的声音，以至于重要到现在但凡换个声音，草帽团都不是草帽团的地步。那来说一说其他非常有魅力的声音，首先就是黄猿的初代 CV 石冢运生。黄猿的声优真的是把黄猿的那种社畜划水、老演员衣服微脏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极了，比如黄猿的口头禅口哇以内。怖いね。怖いね。化け物じみていて怖いね。不屑中带着懒散，懒散中带点潇洒，潇洒中又有点革命军的气息。これでまだ生きていたら、あいつら運が良かったと。諦めるしかないね。总的来说，黄猿的声音浑厚温和，滑稽狡黠，颇有闲庭信步的邻家二舅风格，真的是赋予了二舅灵魂的声音。石冢运生已故于2018年。虽然之后黄猿的二代 CV 志年龙太郎已经尽力在走老黄猿的风格了，而且已经还原的很好了。如果觉得还是有点跳戏，那只能说明黄猿的声音真的是经典到难以超越。然后是佩罗娜的 CV 西园九美子。不夸张的说，佩罗娜的那种可爱但多少带点神经病的性格，真的是剧情和声优共同成就的。声优不愧都是怪物，尤其是那听一遍就忘不了的奇特笑声。而且性格上，作为傲娇萝莉，佩罗娜既可以撒娇卖萌，也可以可爱凶凶。而且最好玩的是，虽然佩罗娜本身是个萝莉，但有时候也会故作御姐的语气说话。这种混搭的可爱，声优的表现属实是很惊艳。这个声音不仅完美契合佩罗娜，而且还在这之上锦上添花了。所以佩罗娜虽然登场不是很多，但特别可爱奇特，讨人喜欢。老沙的 CV 大有龙三郎，老沙那磁性的低音炮真的是挺让人上头的，尤其是作为稳重的智谋型反派。作为顶上战争最忙的人，老沙也是金句频出，魅力爆表。还有那句经典的萨西布利达那，以至于现在一天不听老沙说萨西布利达那都难受。民歌的 CV 田中秀幸，作为工藤优作的声优，正经起来还是非常温和稳重的，不过也完美拿捏了民歌最帅街溜子的气质，尤其是民歌的笑声。漫画里的对白当然不会描述民歌是怎么笑的，全靠民歌自己发挥，但也就这样造就了民歌眼镜是本体，笑声是灵魂的经典。凯撒的 CV 中尾隆盛，想必这个应该是很多人更早记忆中的声音，没错，弗利萨大王。这个声音也完美匹配了凯撒早期的骄傲邪恶，后来的逗逼滑稽。不过这个声音好像很难去跑龙套吧，毕竟标志到一听就听出来是谁。罗的 CV 神谷浩史，罗喊的那一波招牌技能名自然是非常帅的。不过拿这个声音来一本正经的搞笑也很有喜感。神谷大佬可以拿捏高冷、中二、吐槽等的风格，而这也完美匹配了罗身上的特点，非常适合罗从开始的孤狼性格被启示二哈一路带崩的心态经历。然后熊的 CV 酷秀行，熊初登场于151集，但当时一句话也没说，开口说话已经是恐怖三人帆船，非常温和温柔的声音，却挂着暴君的称号，就非常让人关注。现在知道了熊的经历后，熊真的很温柔，所以难道当初就把熊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想好了吗？好家伙，声音都成伏笔了。不管怎么说，这个声音和熊还是很契合的。轻质的 CV 子安五人，有魅力的声音或许并不需要大段的对白才能让人记住，比如轻质的笑声和 SAG。赤犬的 CV 立木文彦，这个声音就非常符合赤犬秉持的正义观，以至于讨厌赤犬的听到这个声音就对此厌恶，但喜欢赤犬的听到这个声音就热血沸腾。女帝的 CV 三石琴乃，这位大佬的风格可谓是美女战士专业户，没错，其中就有美少女战士里的越野兔和 EVA 里的葛城美里。除了女帝那句霸气御姐的开场白，女帝在路飞面前的恋爱脑和撒娇气质也完美拿捏了。红发的 CV 池田秀一，这没啥好说的，毕竟一开口就知道拥有最有面子的声音加最有面子的脸的人来了，必须得给个面子。雷利的 CV 原不起意，作为罗杰的副船长，雷利给人一种很隐秘而老成的感觉，而且雷利身上还有一种低调的霸气的感觉，沉稳但不失凌厉，这些都很精准地表现出来了。
私は常に真剣なんだよ，少年。巴基的 CV 千叶凡，顶上战争开直播的声音不是开玩笑的，尤其是那张开光嘴，不愧是最强霸王色运气。数年後には4区、や海賊王に会う。罗杰的初代 CV 大冢周夫，这个可以说是真的很有灵魂了。毕竟那段经典的号召，不仅是让无数人对大海趋之若鹜，也正式拉开了海贼王的序幕。俺の財宝か？欲しけりゃくれてやる。探せ！この世の全てをそこに置いてきた。正因这段经典，虽然罗杰死了，但他却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当然，也可以听一下二代罗杰的声音。俺の財宝か？欲しけりゃくれてやる。探せ！この世の全てをそこに置いてきた。声音这个不得不说，确实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原因，不过有时候也存在各有优势的情况，比如鹰眼的初代和二代声优。快点よ！ロロノはゾロ！まだこんなところにいたのか？ロロノは。初代鹰眼声优也是个大佬，他是比克大魔王和神的声优。初代在激励索隆的那一段非常有气势，但是二代声优声线更稳重、冷淡、年轻一些，更符合鹰眼身上的气质。虽然只说了一些个人感觉很有灵魂的 CV， 不过其实每个角色肯定都离不开声优的塑造，各有特点，相辅相成，才有了这些很有魅力的人物。现在海贼王堪称是声优和尾田比谁更能熬。尾田老师还比较年轻，48岁，而草帽一伙里最年长的慎平的声优宝龟克寿已经77岁了，最年轻的娜美的声优冈村明美也已经54岁了。所以声优们一定要挺住，一定要熬过尾田。路飞在最后的巅峰赛能摇来多少人？随着世界政府开始各种亮出底牌，海军、五老星、神之骑士团、CP 组织，随手放核弹的伊姆，世界政府也准备明牌打了。这么一看，单凭草帽团的力量好像已经无法招架了。这个时候就看谁能动员的力量更多。首先路飞可以摇来的一些集战力，草帽大船团的7个船长以及他们的5640人，经过这段时间的历练，纷纷到场支援大哥。宠夫狂魔女帝的亚马逊百合1000名女儿岛战士也会悉数到场。一同赶到的还有罗杰的副船长、路飞的师傅雷利。蛰伏多年的革命军终于也要对世界政府发动总攻，因为革命军一直对标世界政府，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革命军不少于能对抗海军精锐的10万人。龙终于也要和路飞见面了，一起来的还有好哥哥萨博、东南西北伟大航路5大军队长以及熊，还有革命军的各个干部。而龙的好友贝加朋克也已经和路飞结盟，为路飞提供最顶尖的科学武器上的帮助。和之国这边已然开国，陶之助率领赤鞘武士们，还有大和以及小玉的人造果实军团，还有兵爷身边的黑道人马。这些人开着目前依然在和之国的冥王赶到战场支援路飞，而冥王之上人头攒动，上面集结了当初一起攻打鬼岛的4000多名武士。海里也有人负责搞事情，海王白星召唤了所有的海王类助路飞一臂之力。一起在海里的还有当初为草帽团断后的太阳海贼团的兄弟们，毕竟大哥的大哥就是他们的大哥。路飞在阿拉巴斯坦收的徒弟们会霸气的功夫海牛，还有他们的海兽海贼团，这种高端局怎么能少得了马尔科？这一次恐怕不只是小马哥一人了，之前杳无音讯的白胡子残团的队长们，他们要在新时代的火焰中再添一把柴。另外2个30亿的船长罗和基德，虽然目前各自被重创，但在对抗世界政府的共同目标上，他们选择站在路飞这一边。作为乔伊波伊的朋友，相主的到来将会是战场上最显眼的庞然大物。相主来了，毛皮族的援军也就到了，带头的正是已经成为左无国王的加洛特，当然还有红发海贼团和巨人族的兄弟们，他们将会是战场上重量级的盟友。目前在推进城5.5层的小冯，还有迟迟不出现的阿金，到最后也会惊喜登场。然后就是世界各地支持的力量，也就是路飞一路上结交的国家，包括草帽一伙各自的故乡。乔巴的故乡慈古岛有多尔顿、朵莉尔姨娘，人口3万；弗兰奇的故乡水之都有冰山市长和兄弟们，人口3万；德雷斯罗萨有利库王雷贝卡，人口10万；花之国有青椒老蔡，人口30万；和之国有桃之助，人口100万；渔人岛有尼普顿白星，人口500万；阿拉巴斯坦有薇薇，薇薇的国家算是个大国，人口1000万。另外像是巴托还是150个镇子的老大，不久之后要去的埃尔巴夫、萨乌罗目前也在那里。好家伙，这都没外人啊！还有萨博引领革命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家，不仅仅是一股席卷世界的力量，也是势力上的话语权。除了基本上板上钉钉的盟友，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像是雷利如果来的话，罗杰海贼团的元老们也该亮亮相了吧。莫利亚目前已经跟黑胡子结仇，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十字工会有老沙、鹰眼、巴基，这些跟路飞关系很暧昧的存在，包括在蛋糕岛共患难的吉尔玛、凯撒、卡彭贝基和之国卡里布这种的，只要是暂时的利益一致，成为友军的概率很大。根据以往来看，很多曾经的敌人必然会因为共同的敌人有一波合作，只是可多可少的问题。顶上战争的时候，鹰眼评价路飞的那段话就已经真相了，所以压力现在给到世界政府。在终极巅峰赛的时候，只要路飞叫人，那恐怕海贼王里2/3的人都能给路飞摇来。当然，这么多人未必会聚在一起打，将会开辟多个战场，这将会是一场全世界的大暴动。海贼王里一开始觉得一般，后来感觉很可爱的妹子，
在海贼王里，感觉对一些人的喜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些人是越来越能让人喜欢。首先我想说的是波妮。波妮登场于2年前相扑队群岛，虽然登场也算早，但中间没露过几次面，所以存在感不是很高，没有很关注。但是感觉波妮每次登场颜值都会进化一波，可能是一开始波妮的打扮和大胃王气质的原因，当她换一下装扮或者正经起来的时候，感觉这妹子还是很正点的。主要是可以随意改变年龄外貌，既可以可爱，也可以性感，也可以成熟。在弹头岛偶遇草帽一伙，就以非常可爱的小孩子的形象出现，之后一些不经意的画面也堪称绝美。仔细一看，这颜值气质还真不输海贼王里的那些顶级美女，尤其是看到熊的记忆后的那惊鸿一瞥，简直了。而且波妮机灵且和草帽团非常有缘，从香波地群岛机智的拯救了即将怒砍天龙人的索隆，到弹头岛用炸伤引来贝加朋克将其控制，再加上在吃这方面和草帽吃货们情投意合，就感觉波妮是个大大咧咧但机智的搞笑女，很讨喜了。人鱼凯米，感觉凯米一开始只是沙雕有趣而已，但后来感觉她真的很可爱。和大部分与草帽团交好的女生不一样，凯米就是很普通的人鱼姑娘，生活在鱼人岛海岸下面没有阳光的地方，不过她本身却一直很阳光单纯。她最大的一个梦想就是能去香波地群岛灯火通明的游乐场去玩一次，这是她小时候远远看到的。当然这个梦想在草帽一伙的帮助下也实现了，而且在小巴的章鱼烧店，凯米非常卖力的工作，毕竟凯米的心上人就是小巴。除了受到惊吓时凯米的表情会崩坏，除此之外的时候凯米还是非常水灵的。玛格丽特，作为女儿岛的一名战士，玛格丽特是此前从未见过男人，路飞就是她见到的第一个男人。起初都在关注玛格丽特如何处理这个突然闯入的男人以及金蛋上面，之后感觉玛格丽特对路飞的感情有点东西，不仅是在女帝面前为路飞说情，在路飞离开的时候还表现得非常不舍。相比于女帝对路飞的那种植入主题人尽皆知的喜欢，玛格丽特对路飞的微妙感情就非常克制收敛了。虽然一开始玛格丽特为了不让自己爱上这个男人还要射死路飞，不过冰释前嫌后，玛格丽特对路飞就是特别的温柔。玛格丽特换上了更符合自己的衣服后，感觉这个妹子还是很正的。然后是夏洛特·布林，一开始对布林无感甚至讨厌他都是正常的，毕竟布林本来就是前后反转的。起初布林确实是个影帝，埋藏着干掉山治的任务，但山治用温柔治愈了布林。第一次是看到布林3只眼后，山治赞叹多么美丽的眼睛，然后就是一招怀中抱妹杀，其实就彻底征服布林了。布林还因为山治抱了娜美而震惊吃醋，之后布林在山治面前就变成了山治，各种鼻血狂流，头冒蒸汽，眼睛画心，天旋地转。最搞的是山治反而更加稳重了，导致布林从一个心机影帝变成了一个害羞小妹，和山治对视的时候甚至还会害羞的缩进自己的飞毯里，还是非常可爱的。但高岛结束，大妈海贼团抓获了尼治和永志，因为他们对山治不好，布林不由分说狠狠的上去揍了他们一顿。山治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宠夫狂魔，所以布林其实本质不坏，反而被山治用爱治愈后越来越让人喜欢。虽然如此，但布林有时候人格分裂倒是真的。罗宾，其实更喜欢娜美还是更喜欢罗宾，一直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比较绅士的回答，那肯定是全都要。但老实说，我最开始更喜欢娜美，但随着自己年龄增长，慢慢的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罗宾的性格开发潜力无比巨大，一开始空岛那会儿和大家还都不太熟，司法岛后罗宾找到了真正的归宿，和大家的配合也更加默契，自己的个性也渐渐放开了，温柔体贴，稳重知性，甚至是腹黑吐槽，再到有时候崩坏可爱。还有就是罗宾一开始都是以职位称呼伙伴嘛，后来路飞叫罗特拉南，罗宾也一本正经跟着叫，类似这种好玩的点。这个其实从罗宾的穿衣风格的递进就能看出来，罗宾更能敞开心扉了。当然这个并不是比较娜美和罗宾谁更好，怎么形容这个感觉呢？那就是如果喜欢娜美的话，你会一直很喜欢，如果喜欢罗宾的话，那么你会越来越喜欢。海贼王里那些可爱的小设计，草帽一伙还有一些人都有各自的 Q 版头像，一般是在行动中便于展示他们的位置的时候用的。在地图中突然出现这种头像，就感觉还挺可爱的。早在空岛的时候，路飞、索隆、乔巴、罗宾需要笔直的往南走的时候就用过，这画的标题名为各自的南方。然后在司法岛撤离阶段，这里乌索普的头像是横过来的，因为当时索隆山治正抬着乌索普撤离，可恶，这种地方也这么细节了吗？然后顶上战争也有很多这种设计，到了德岛这种设计堪称用的炉火纯青了，有新的人进入战场也会加入新的头像，另外他们的头像也会随着装扮的变化而变化。索隆的表情风格一般是这种很正经的，而罗宾通常都是笑得很乖的表情，每个人还不大一样。在和之国这种小设计也频繁出现，当然也有了大和的 Q 版头像，呆呆的。到了弹头岛，这种爱好更加疯狂，一口气给了草帽团、CP0 和战桃丸、炽天使还有贝加朋克的一大堆。然后就是草帽一伙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眼睛形状就会变成对应的东西，路飞的眼睛会变成肉，娜美的眼睛会变成贝利，山治的眼睛会变成心，乔巴和路飞也能，只不过乔巴是爱上了一只母鹿，而路飞依然是因为肉。路飞、乔巴、乌索普、弗兰奇，他们4个看到帅的东西，眼睛就会变成不灵不灵的。在这之上，路飞的肉还能冒热气，
娜美的钱还能像老虎机一样滚动，山治的星星眼还会砰砰跳。至于索隆、慎平和罗宾，很少有这种设计，也许也就他仨的性格比较稳重吧。哦，还有个布鲁克，好吧，布鲁克连眼睛都没有。当然，罗宾身上怎么能没有可爱的设计？罗宾的想象画面就非常奇特。熊在提到自己是肉球果实的时候，罗宾想到的是猫的肉垫。路飞和罗宾是能力者，不能过河的时候，罗宾想出了一幅索隆、乌索普驮着他俩过河的画面。路飞把德雷斯罗萨说成德雷斯罗婆的时候，罗宾想到的是穿着连衣裙的老太婆。之后在乌索普讲述路飞怎么偷取路标历史正文，然后悄咪咪的到达拉夫德鲁的时候，也出现了类似的想象画风。看来乌索普是继承了罗宾的真传。然后就是梅利号和桑尼号是能有表情的，也许是因为有传灵的关系，这两艘船都有灵性。从空岛掉下来的时候，梅利号和伙伴一样露出了惊恐的表情，眼珠还弹出来了。路飞和乌索普打架的时候，虽然表面上是海水，但还是能感觉到梅利号哭了。后来桑尼号在去渔人岛的途中也做出了惊慌逃窜的表情，并且还能根据各种情况做出无语或者晕了等表情，很可爱。很多人会因为各种原因变小，越看越可爱的那种。最开始是路飞因为3档漏气后体型会变得很小，不过2年后路飞3档就没这副作用了，但还有别的办法。剧场版里的倒退果实把娜美和乔巴变小了，罗宾重返18岁，布鲁克也年轻了12岁，结果都说没看出来。乔巴因为超级兰波球的副作用也变得很小，但其实他是变成了一个小宝宝样子的老头。波妮靠能力也能变成古灵精怪的小孩。然后是飞叶的设计，飞叶故事大概分为故事、其他人物特辑、草帽一伙特辑3类，在这里面会记录一些那些暂时下线的人遇到的奇特冒险，连成一篇一篇的小故事。草帽一伙还有其他人也经常以单章的形式出现在上面，虽然有些和主线没太大关系，但是因为主要是展示的是日常，所以感觉还是挺好玩的。人类化后的动物，海贼王里除了有各种奇珍异兽，还有毛皮族，他们具有动物的习性，像是猫腹蛇老大依然抵挡不住逗猫棒的挑逗，狗类毛皮族独爱布鲁克，加洛特的各种用品都有胡萝卜图案。贝波很怕热，所以只能靠伙伴们给抬出去。他们也有人类的特征，直立行走，会说话，甚至会功夫。而乔巴虽然不是毛皮族，他就是纯动物，但是卡了个 bug， 吃了人人果实老百姓形态也能变成类似的。感觉最可爱的那就不得不说279集到283集这5集片尾的海贼小剧场了。这5集分别是乔巴超人、草帽一伙接受采访、草帽一伙变大婶、草帽一伙变黑帮争老大、草帽一伙变怪物。由于画风和语气过于可爱，剧情过于离谱，不得不说乍一看真的是比正片还好看系列。草帽一伙各自的最强状态。草帽海贼团其实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股不轻易外露的巨大潜能，只不过什么时候爆发那就看特定的状态了。索隆残血的时候，索隆也是不残血不玩命的那种。阿拉巴斯坦对战 Mr. One 觉醒斩铁的力量，司法岛对战卡库觉醒9刀流。2年前的索隆血条没满过，2年后的索隆血条没掉过，所以在鬼岛之前尚不清楚索隆的上限。到了鬼岛，索隆为了保护船长，先是有了9刀流新招式砍伤凯多，之后从绷带里破茧而出，上演王者归来，用新招式打败晋。所以当索隆还剩一丝血皮的时候，不管是战斗还是意志都会强到离谱。山治听到女人呼救的时候，对索隆来说女人只会影响他拔刀的速度，但对山治来说女人会给他加满 buff， 让他拥有堪比聆听万物之声的能力，然后随叫随到去保护他们，但敌人必须得是个男的。还有就是提到吉尔玛的时候，作为山治的逆鳞，谁提他们跟谁急，正巧奎因是既欺负女人又提吉尔玛，双重 buff， 气得山治眉毛都歪了，直接激发出山治最强的状态。山治的每一腿都是满满的情绪，速战速决了这场战斗。路飞吃饱的时候，吃饱后的路飞等于是满血复活，所以在鬼岛路飞中途吃空了卡里布的仓库，回头没多久就果实觉醒了，这一顿饭的功劳也是功不可没。他甚至靠保护状态都能开发出一种新的形态，只不过就是差点被撑死。还有被塞进影子时候的路飞，在果实正统的形态之外，梦魇路飞就是个 bug 一样的存在。感觉梦魇路飞比后来的4档路飞都屌，因为他足够全能，上限够高，力量大幅增强了，也会玩刀了，看起来没有那么白痴了，直接把大奥兹当玩具。这还只是白影路飞，如果是千影路飞就不敢想象了。而且橡胶体质也不容易像莫利亚一样被随随便便给撑爆。当然莫利亚现在还在主线剧情中，不知道还会不会看到超级梦魇路飞。乌索普时间所剩无几的时候，索隆是不残血不会玩，乌索普是不到最后时刻不会玩，要给大神一种时间紧迫感，他才给你上操作。阿拉巴斯坦、司法岛、恐怖3人帆船，尤其是德岛，基本都是这样。所以绝境之王乌索普这个称号可不是白来的。乔巴被叫狸猫的时候，宠物狸猫买不起棉花糖的赏金，一直以来这些标签对乔巴伤害太深了。乔巴可是一个勇敢的海贼，所以在鬼岛，乔巴终于找到了一个出气筒奎因，赏了13亿的大看板，一个大逼斗。奎因是干啥啥不行，搞笑踩雷第1名。还有就是被当储备粮的时候，基本就是路飞和乌索普他俩人在搞，这个自然就是出于求生本能。乔巴会化身乔胡子，一拳一个神。娜美生气的时候，这个生气不只是在关于钱的任何问题上，还有看到别人欺负小孩子的时候，还有一伙人胡作的时候。
在这种时刻，什么太阳神、乔胡子、阎王、魔神、铁人、逆境之王、灵魂之王什么的，再也支棱不起来了。草帽团征服世界，娜美征服草帽团，所以卡普人送外号小娜美。罗宾复仇的时候，平时罗宾看起来安静优雅，他能有什么坏心思呢？那只是本性善良吧，但欺负他的话，那就直接变腹黑女神。在司法岛虽然被斯潘达姆蹂躏，在鬼岛虽然被黑色玛利亚拳击，但罗宾最后都完成了更凶残的复仇。在弗兰奇上船的时候，罗宾看似只是在捉弄弗兰奇，不过早在开局草帽一伙为乌索普挨打复仇弗兰奇的时候，当时罗宾不在场，此刻罗宾也有为乌索普还上一手的意思，毕竟罗宾是有仇必报的性格。弗兰奇跟人比硬的时候，路飞喜欢跟牛较劲，那变态硬汉弗兰奇就喜欢有挑战的战斗，打架方式也不是一般能模仿的，跟塞尼尔就是一人一拳一人一招不带躲的，谁先倒下为止。司法岛对战猫头鹰，你越用铁块我越兴奋，差不多就是这种。所以弗兰奇接手的战斗都是货真价实的硬仗。慎平保护队友的时候，作为海侠，侠义精神大过天地，早在还不是草帽团成员的时候，就在顶上战争全程保护路飞，后来成为伙伴后，又在万国保护桑尼号免遭更大的损伤，还顺带给大妈洗了个凉水澡。在和之国，虽然慎平没有遇到太有挑战性的战斗，不过护送路飞前往屋顶的任务也是光荣完成了，并且在其他战斗地点帮忙，很稳。布鲁克信号延迟的时候，布鲁克的信号一直都是个谜，他的伤害总会延迟几秒，当然90岁的老人迟缓一些也可以理解，不过只要看到布鲁克要把剑收回剑鞘的时候，那就知道这把稳了。所以在对付草帽团的时候，当敌人遇到了残血的索隆、吃饱的路飞，并且在山治面前欺负了罗宾，让娜美很生气，慎平及时赶来支援，在决胜时间已经所剩无几的时候，还非要和弗兰奇比硬，挑衅乔巴狸猫，而一旁的布鲁克已经默默地再把剑往剑鞘里收了。这个时候，那敌人只能是自求多福了。海贼扯淡，虚假的黄泉果实布鲁克，因为他只死过一次，真正的黄泉果实萨博前后后死了3回。第一次是小时候出海被天龙人击沉，萨博后来想跟路飞说，听说你到处跟别人说我死了。第二次是世界会议后死讯满天飞，萨博后来想跟摩根斯说，听说你到处跟别人说我死了。第三次阴谋毁掉了露露西亚王国，当时又让人提心吊胆，萨博想对海米说，哎呀，一不小心又死了，别怕，基操，每次革命军有动作之前都得先把我弄死一次，已经是传统节目了。所以明哥在推进城里看的新闻是不是 fake news 由他自己判断，但是萨博死了这种新闻一定是假新闻。山治的烟，红发的酒，无上大楼梯上再走一走。尾田虽然不经常把人给送走，但是这3样堪称是海贼王里的杀人罪魁祸首，天赋无视，体质无视，血统无视，版本无视，沾上那就无了。一开始四皇们被海军描述为恐怖凶恶的海贼，结果后面一看，一个是为了救小孩丢了条胳膊只能四处卖面子的中年大叔，一个是病入膏肓依然为儿子们着想的厚重慈父，然后是一个心心念念想要打造一个种族平等的国度并舍身奉献的伟大女性，还有一个是即便学生们调皮捣蛋出言不逊也依然贯彻学不会不准走倾囊相授的好老师。这4个的作为听起来哪个像穷凶极恶，所以这是虚假的四皇，但后来的3位新晋皇帝体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四皇。一个是认认真真当反派，没有一样坏事他不干，把真海贼的作风体现得淋漓尽致。另一个是发布了800年来从未有过的悬赏令，反向通缉海军，并已经对海军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逼迫2位七武海成为其手下，野心数1数2的运气王。还有一个是顶上战争暴锤亲爷爷，蛋糕岛搅乱船员的婚礼，光天化日之下殴打一位年迈的老阿婆，之前更是痛打恩师，这才是穷凶极恶的真四皇。赤泉表示真是世风日下，如果可以真的想回到从前，宁愿被白胡子多捶2拳，那起码主要是腰子疼，现在是天天气的浑身哪儿都疼。路飞能将身边所有人都变成朋友，鹰眼曾评价路飞，他有这片大海上最恐怖的力量。其实还有一种同样恐怖的力量，那就是赤泉，在顶上战争中差点被白胡子锤死都没人上去帮忙的团战奇迹。对此请赤犬先生发表获奖感言。好，赤犬先生对此无话可说。路飞每次清兵的时候呢，都会有人很没面子，因为路飞总会有意无意的用击败前 BOSS 的技能清小兵。击败老沙的橡胶暴风雨，路飞在司法岛直接用来清兵。老沙表示撒西不利归撒西不利，咱可不带撒西不利一段时间，你他妈直接用这招清兵的。把陆奇打得半死不活的橡胶 jet 机关枪，到后面只用来打一些路人角色，而且还造不成太多伤害。陆奇说我很没面子，那还无所谓，主要是铁块这玩意儿的神奇程度是不是又大大提高了，因为对比下来你就感觉用铁块扛伤比肉身硬吃甚至更疼。打败明哥的4党后来让路飞不是用来清颗粒架的饼干，就是清兵拆船。明哥笑了，呵呵，不用想，又是篇假新闻。打败凯多的尼卡形态，加强后的陆奇上来就能与其对拳。凯多表示别看草帽小子像白痴，可没人比他更懂怎么侮辱人。草帽一伙那些可可爱爱的小习惯。草帽一伙每个人都有标志性的小习惯，就是那种出现次数不是很多，但不经意间透露着可爱的。首先路飞很喜欢拍别人的后背，而且拍起来就是啪啪啪一顿狂拍，大概有2种情况。
一种是特别高兴的时候，逮住谁拍谁；在快进入伟大航路的时候，因为过于亢奋，拍完山治拍索隆。第二种是夸赞别人，路飞会用拍后背的方式来表达。在弗兰奇介绍船坞系统的载具后，路飞表示非常喜欢，对弗兰奇咣咣一顿拍，然后弗兰奇突然一个经典动作把路飞给撞倒了，严重怀疑弗兰奇是故意的。然后见识到人鱼凯米能和鱼交流，并让鱼群在海里画画的时候，路飞也拍了凯米。还有娜美被猫狗夸赞是了不起的航海士，路飞虽然不懂，但是觉得自己选的航海士肯定是最棒的，又是对娜美一顿猛拍，不出意外被娜美给打了。山治喜欢撅屁股，山治一郁闷的时候就喜欢撅屁股，而最郁闷的事情莫过于总是跟他过不去的悬赏令了。第一次是喜提全世界最丑悬赏令，第二次是因为名字上带了文斯莫克，第三次就是最新的悬赏金被慎平压了一头。不过山治在报纸上看到维奥莱特公主的时候，也兴奋地撅起了屁股，撅得老高，多少是过分妖娆了。索隆喜欢舔刀，作为剑豪舔刀耍酷一点也不奇怪，看索隆那娴熟的舌技，估计也是平时没少舔。不过索隆舔的更多的是三代鬼彻，河道一文字除了咬在嘴里，好像从来没有舔过。当然索隆最好不要舔到河道一文字上，因为河道一文字已经砍过鼻屎了。罗宾喜欢用手托着下巴，罗宾平时喜欢坐在一旁看伙伴们打闹，或者独自思考一些东西。这个时候罗宾最常做的动作就是这个非常稳重温柔的姿势，而且当初罗宾2次悄悄登上草帽团的船都有摆出这个动作，感觉很有神秘姐姐的气质。乔巴喜欢捡小木棍，乔巴这个习惯是受路飞的影响，当时在空岛的时候，路飞随便捡了根木棍，乔巴看到了觉得很好玩，后来自己也捡了一根，没想到2年后乔巴回到香波队群岛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木棍，所以怀疑乔巴是不是2年前的那根木棍根本就没有扔掉，而且在剧场版里乔巴手里也有。娜美喜欢吐舌头，娜美其实很喜欢卖萌，时不时的展示她那小舌头就是其中之一。娜美吐舌头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在动脑子了，而且大概已经达成了自己的目的。所以娜美最后的一下吐舌头，给人一种小贼猫古灵精怪的感觉。弗兰奇喜欢做他的经典动作，情绪到位的时候，小臂紧贴，身体倾斜，再加上他那句经典的口头禅。不过想做到如弗兰奇这么舒展，还是有点难度的。弗兰奇除了自己喜欢做这个动作，作为最会搞氛围的一员，他还会感染到别人一起做这个动作。你不会还要教你。除了方块姐妹，2年期间还有基东一家。这个动作原本呢，手臂还要跟着转几圈，还有配套舞蹈，但是2年后好像省略了，动不动就直接开始 super。乌索普喜欢竖大拇指，活泼好动的乌索普小动作有很多，不过最标志性的还是用大拇指朝向自己，一般就是发表类似自己8000步下这种预言的时候，或者给自己壮胆的时候。还有就是添油加醋，对东海之后的伙伴讲述自己在东海如何带领路飞打败强敌的故事。这个时候也就乔巴会信以为真。布鲁克吃完饭就会打嗝加放屁，布鲁克经常性的饭后习惯。这个其实和弗兰奇的动作类似，看起来没什么，但是打嗝加放屁同时做，好像还挺有难度的。关键是布鲁克看起来完全没有这种功能，就很神奇。每次布鲁克饭后做这个习惯的时候，都会受到山治和娜美的鄙视。慎平一懵逼就会流汗，草帽团可以说让慎平发现了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一群人，所以慎平在认识路飞到加入草帽团这期间，懵逼流汗次数逐渐递增。每次懵逼，慎平都会显得很呆，再加上反射弧有点长，什么事儿慎平总要默默思考一下这是什么神操作，而且时常伴随着流汗的表情。所以草帽一伙好像每个人都有非常贴合他们个性的小习惯，不是很经常出现，但是都是些不经意间的可爱。草帽团普通的一天，凌晨5点，天还没亮，这个时候伙伴们大多都还在熟睡，索隆刚刚睡下不久，不过他很快就会起。5点准时起床的山治简单检查了一下船上的情况，就去厨房为大家准备早餐了。路飞被饭香熏醒，第一个坐在餐桌前喊着开炫开炫，即便是早上，路飞也嚷嚷着要吃大肉，山治也会满足他。其他伙伴也陆续起床迎接崭新的早晨。今天的早餐主食是三明治。早上8点，大家吃吃喝喝打打闹闹，聊完天就到甲板上放风。在布鲁克拉奏的轻松旋律中，路飞、乔巴、乌索普新的一天精力充沛，在甲板上疯玩。罗宾日常照料自己养的花，娜美挑选自己今天的装扮，山治和索隆在厨房洗盘子，弗兰奇在能源室里给船添加新的可乐。船慢慢的前行，开始了一天的休闲航海。上午9点，今天天气很好，娜美、罗宾在甲板上晒日光浴。山治精心准备了爱心饮品和甜点，随时往娜美、罗宾那边送。索隆只要是清醒的时候都在锻炼。路飞坐在自己的特等席上钓鱼，今天的海面异常温柔，快把路飞摇睡了。乔巴在船尾发现了不远处有一个漂浮的椰子，乌索普和弗兰奇比赛射击，最终乌索普取得了今天的小小胜利。上午10点，罗宾坐在餐厅看书，山治一边整理食材准备午餐，一边为罗宾酱冲泡上一杯暖暖的咖啡。乌索普在专心搞他的稀奇古怪的发明，喜欢游泳的娜美正在享受自己的泳池时光，而其他男生们在玩一种很奇怪的游戏虚拟宴会。弗兰奇在假装自己吃大餐，其实啥也没有，但看着其他人居然口水横流，
弗兰奇表演完，收到了大家的赞许，好沙雕，估计他们是饿疯了吧。就这样，他们沉浸在了自己的沙雕的虚拟世界里。中午12点，终于开饭了。午饭山治准备的非常丰盛，因为他们下午要上岸玩了，要好好补充体力。另外，山治也提前准备了每人份的海贼便当，以便路飞他们随时开吃。下午1点，一个懒散寂静的午后，突然觉得好困。草帽一伙有些人都有午休的习惯，索隆坐在外面就打起了瞌睡。弗兰奇带着乌索普、布鲁克、乔巴检查了一下船，之后乔巴要睡一下午觉，弗兰奇坐在甲板上冥想，娜美要去日常绘制一下海图。下午2点，路飞饿了，山治在甲板上支了一个烧烤摊，给路飞烤肉吃。索隆还在懒洋洋的昏睡，其他人则来到甲板一起打排球。下午3点，草帽一伙来到了一座度假岛，娜美、罗宾上岸后一如既往的逛街购物，完后大家一起在岸边开始海岸派对和下午茶时光。山治大部分时间都是陪在女士身边端茶倒酒，其他男生就是一起嬉戏打闹。下午6点，大家都玩尽兴了，回到了船上。天色黄昏，草帽团每周一次的横纲大赛开始了，本次选手是路飞和弗兰奇。在大家的加油助威下，双方进入制胜环节，结果双双被娜美终结。这周的横纲得主是娜美。夜幕降临之前，山治已经做好了饭，煲好了粥。今天他又研制了一些好吃的东西，等伙伴们来品尝。晚上7点，晚饭时刻到了，大家又聚在一起，愉快欢闹的进餐。从黄昏到夜晚，充实欢乐的一天快要结束了。索隆爬到瞭望塔上，又开始了高强度锻炼。精力充沛的路飞他们继续在甲板上钓鱼或者玩闹，甚至还给山治要夜宵吃，因为路飞一天至少要吃5顿饭。山治准备了披萨给他。晚上的时间大部分属于个人，罗宾可能在顶层图书馆看书，弗兰奇可能在工作间搞发明，布鲁克可能在甲板演奏音乐，娜美也许在浴室泡澡之类的，大伙各做各的。从晚上9点到凌晨1点，有人陆续进入梦乡，只有索隆要在健身房里待很久，通常要锻炼到凌晨4点。深夜的大海无比寂静，不过有索隆在上面，大家可以安稳入睡。草帽团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那些对恶魔果实能力没兴趣的强者，在海贼王中，有些人执意要靠恶魔果实的力量来变强，但还有些人明明有机会吃到好的果实，却直到成为大海强者都是只凭一身霸气。这个传统最明显的就是从罗杰团到红发团的一脉相承。当年27岁的红发冒着风险从世界政府手里劫持了橡胶果实，红发应该是知道橡胶果实的一些秘密的。不过众所周知，红发团的人都没有下口，这颗果实最后被路飞当成普通水果给吃了。从红发的警告上来看，看来他对吃恶魔果实这件事儿是很谨慎的，因为一旦吃了就是一辈子的旱鸭子。可是多年谨慎无人问，一句面子天下知，红发面子果实已然觉醒。不过正儿八经来说，果实对红发来说无所屌味，红发是唯一一个没有吃果实的四皇。然后就是巴基，巴基其实本来也不想吃恶魔果实的，据红发说，巴基是个游泳健将，而且巴基自己也想靠手里的恶魔果实和藏宝图来暴富。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巴基成了果实能力者。因为这件事儿，巴基直到如今也记恨红发。还有就是雷利，作为王父，要说雷利没有机会吃极品果实，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九叔战阵的雷利，靠着霸气和剑术，一样可以拖住大将黄猿。何况雷利也是个游泳健将，直接游过无风带来找路飞。综合比较下，雷利吃果实的兴趣也没怎么有。除了罗杰团和红发团普遍无果实的风格，草帽团吃了果实的人就不说了，其他没吃果实的也有明确表示过不想吃的，比如弗兰奇就曾拒绝吃烧烧果实，不想一辈子不会游泳是一方面，主要是弗兰奇更想靠科技变强。山治比较特殊，他小时候看过果实图鉴嘛，明确表示对其他的恶魔果实一概没兴趣，但唯独对透明果实非常渴望，想干啥大家都知道。不过呢，后来山治梦想成真，有了战斗服，也进了女澡堂，看光了娜美罗宾，了结了他的心愿，怎么说也是无憾了。看得出来，索隆对恶魔果实也没啥兴趣。从小到大，索隆都是通过刻苦修炼、强化体魄来变强的，是一种努力的方向，也非常纯粹。空岛的时候，乌索普想用空背给索隆的刀改造一下，增加一些功能，索隆都不愿意。相比于恶魔果实能力，索隆当然对刀更感兴趣。慎平就不用说了，也不可能吃果实。草帽团主力的话，除了路飞、索隆、山治、慎平应该都不会吃了，毕竟他仨还得负责捞路飞呢。卡普和泽法也是崇尚靠体术霸气制霸的海军大佬，泽法甚至还吐槽黄猿太依赖果实能力了。海军弄到极品果实应该是不难的，赤犬年轻的时候看起来像是个剑士，后来就没见过他玩过什么刀刀剑剑。而卡普曾经遇到强敌的时候，是私下里把几座大山夷为平地，淬炼霸气铁拳，再去打赢对手。他的徒弟克比也是继承了这个理念，修炼体术霸气。悬赏35.9亿贝利的鹰眼，一把已成黑刀的无上大快刀叶在手，就知道他吃不吃恶魔果实也都行。鹰眼这种纯粹的剑豪，更不像是对恶魔果实能力感兴趣的人。像卡普、红发、雷利、鹰眼这种已经把霸气或者剑术练到顶尖的人，正常情况下应该都不会再吃恶魔果实了。吃下好的恶魔果实，确实会让人直接拥有强大的能力。不过百兽凯老师教育过路飞，单凭恶魔果实是不可能成为最强的。罗杰称霸大海靠的是什么？是霸气。感觉黑胡子没来鬼岛听听凯老师的课，真的亏大了。
黑胡子如果只在掠夺果实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应该会很惨的。崇尚果实还是霸气，本身没有强弱好坏之分。霸气虽然是必要的，不过果实能力和霸气可以互为上限。如果你身边有个专业捞尸队的话，两种都是顶级，岂不是更好？草帽一伙现阶段最强技能。草帽团每经历一次成长，都会开发出更强的技能。而如今他们都有哪些招牌技能呢？首先悬赏11亿贝利的慎平，招牌技能就是愚人空手道了。愚人空手道有2款非常强的奥义，一个是五赖冠，一个是鬼瓦正拳。鬼瓦正拳附上武装色霸气，短距离打出爆发性伤害，一击 KO 福字符。而五赖冠打过的卡尾更加亮眼，在掌中聚集一个水球，然后打出强大冲击，附带物理穿透和法术穿透，可以贯穿体型巨大的棉金剑的身躯，即使面对四皇大妈也可以将其打飞出去，差点是提前让大妈体验到了失忆的感觉。悬赏 3.83亿贝利的布鲁克，布鲁克单体最强技能应该还是皮革系列，就是信号有延迟，不收剑没伤害的那种，无声无息间敌人也不会察觉自己其实已经中招了。剑尾斩可以将宙斯一分为二，而2年后的吹雪斩则是在这个基础上附带了黄泉寒气，被斩到的敌人的伤口上会结冰，然后瞬间爆裂。悬赏 3.94亿贝利的弗兰奇，最强技能弗兰奇离子光波。当时弗兰奇想用这招硬刚大妈来着，但看到蛮霸者在欺负万龙坦克里的乔巴和乌索普，弗兰奇直接将蛮霸者爆头秒杀。之后对位佐佐木，弗兰奇将军炮没能干掉佐佐木，转而用离子光波把拥有高防御的三角龙给贯穿了，将其终结。悬赏 9.3亿贝利的罗宾，最强技能恶魔开花大漩涡钩爪。罗宾用花花果实变化出即将杀疯的恶魔，并长出很多手捕获他的猎物，绞杀手段也极其残忍，四肢和脖子都会被狠狠地掰断。主要是这个形态乍一看还蛮吓人的，会给敌人附加一层恐惧 buff。悬赏1000贝利的乔巴，乔巴最强技能怪物形态下的课题椰子，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力量，反正就是逮住人一顿猛锤就完了，能把奎因打得蒙圈得稍微缓一缓，甚至可以稍微扛一下大妈的一招。索隆扛住双四皇1秒，索隆赏金11亿加，而宠物乔巴扛住4皇3秒，11亿能换多少只乔巴了？什么叫性价比？这就叫性价比。悬赏 10.32亿贝利的山治，山治的技能也是相当多，以前要选一个最强的还有点难，现在毫无疑问就是魔神风脚牛肉爆裂了。将血统因子觉醒而获得的外骨骼、力量、速度和自身的武装色霸气所结合，升级出比恶魔风脚更多热量、更强威力的踢击，而且颜色不再是红色，官方给的配色是蓝色火焰。有了魔神风脚这个 buff， 山治还可以强化类似粗碎、绞肉等更强的分支技能。悬赏5亿贝利的乌索普，乌索普和其他人的战斗方式还不一样，后期肯定主要靠他的见闻色。如果论战绩，他最牌面的技能反而是表情包和气球锤这种搞笑技能。但乌索普有一个还蛮帅的技能，那就是必杀绿星冲击狼草。这颗种子会变成一只狼奔向敌人，敌尖处会释放直径3米的强力冲击波 ，KO 掉霍迪琼斯的一个干部。这个技能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悬赏 3.66亿贝利的娜美，没错，第一个想到的是幸福之泉，但是这种只适用于山治们，多少还是局限了。目前娜美最厉害的技能名为雷霆，融合了宙斯终结论题的那一招，这招是人法雷霆的升级版，也曾用此招从黑炭大蛇手里救下罗宾和护子。娜美的雷霆最与众不同的还是因为宙斯有自我意识，所以这是团精确制导加追踪的雷云，不劈到敌人绝不善罢甘休。悬赏 11.1亿贝利的索隆，鬼泣9刀流阿修罗拔剑王者系和阎王3刀龙130情飞龙四级，这2招不仅是索隆面对强敌倾其所有的出击，更是索隆启明果实稳定发力的体现，附带高额的穿透，前者能破防砍伤凯多，并让凯多疑惑索隆是否拥有霸王色，而后者索隆的刀上不仅缠着黑闪，连近的飞龙也被贯穿，而且注意看，近的翅膀和刀也被一并斩断了，可见其威力。两者相比很难分出高下，差不多强吧。悬赏30亿贝利的路飞，最强技能5档尼卡形态下的元神枪，沙包大的拳头，路飞伸手就来，鬼岛大小的拳头还是头一回。凯老师用出升龙火焰八卦对拼大招，结果也是凉凉，分别和明哥卡尔对轰的4档大元王枪和大蛇炮，在元神枪面前就显得远远不如了。草帽一伙的最强技能其实大多都是被逼出来的，山治和索隆甚至把自己的后事都交代了。不过也正是因为伙伴们一起战斗，这些技能不仅代表自己，更代表了承担伙伴的意志，拥路飞成王的决心。海贼王 Red 剧场版战力情报，贝克曼子弹缠霸气梅开2度，见闻色的天花板被重新定义。首先关于乌索普的老爹耶稣布，一直以来他的实力也是个谜，但此次描述中说耶稣布展示了强于卡尔的见闻色霸气，而且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耶稣布可以在虚拟和现实内外保持与乌索普的联系，乌索普也可以感应到，给大家当接线员。在预见未来的长度上，卡尔只能短暂的看到，耶稣布可以保持得更长，加上红发的见闻杀，看来见闻色的高度和作用都要重新摆正了。然后红发团在 Red 里大放异彩的就是红发和贝克曼了。描述中说，许多被操纵的市民在殴打红发，但红发始终没有伤害他们，只是忍着。另一方面，黄猿想用他的激光杀死市民，因为市民在攻击他，
贝克曼拿出了和在马林·凡多时一样的配枪，并阻止了黄猿。贝克曼掏枪，黄老舅举手，完美复刻，不许动果实，梅开二度。黄猿叹了口气，就是口蛙以内那种戏谑语气，说口蛙以内，海贼保护市民，身为海军却在伤害他们，这很讽刺。电影院一大哥都笑场了。赤犬依旧稳定发力，他下令不管死多少人，都一定要干掉乌塔。另外，贝克曼除了很轻松的能接住射来的子弹，他打出的弹丸也附带有霸气，很明显和海军打的普通子弹不一样。垃圾路也有同样的操作。关于对红发的描述，红发警告黄猿和藤虎，如果你们要从我们这里抓走乌塔，那就做好死的准备吧。然后发动霸王色霸气，五鼠中将被震得单膝跪地，有点懵。黄猿感受到红发的霸气，流汗了，感叹道：所以这是四皇香克斯的霸气吗？最后黄猿露出了一抹僵硬的笑容。藤虎决定撤退，说我们最好不要发动战争，这附近还有很多市民。期间最秀的就是黄猿朝红发发动8尺琼勾玉，红发一刀就给他破掉了。黄猿元素化想走位，可红发的第二刀就已经瞬移到黄猿的身前了。不许动的帽子戏法由红发来完成。黄老舅缓缓举起双手，表示我投降，我这就下班。黄老舅在剧场版里啥事儿没干，光举手了，越来越演。而红发越强，鹰眼的 buff 就越闪亮，毕竟很多年前两人剑术五五开，何况红发12年前就是10亿加级别的海贼了。关于红发的身世也有线索，还真不一般。吴老星说红发属于什么 Fairland Family， 英语不好，草率的翻译一下就叫黑土家族。难道说红发也是天龙人？毕竟明哥的家族也有相似的叫法，加上当年创造世界政府的天龙人家族有20个，所以红发说不定真的是其中一个家族的后裔。在本片的结尾，五党路飞联手红发的霸禅，一同击碎了虚拟梦境，拯救了世界，乌塔回归了红发海贼团。不管怎么说，红发海贼团的铜墙铁壁，悬赏最均衡的称号，看来的确是实至名归的。每个主力都是霸气高手，都很能打，期待红团后面如何搞事情。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拜拜。海贼王中的披风情节，要说海贼王里平时不怎么起眼，但是又无处不在的东西，披风和斗篷绝对要算在其中，甚至可以说10个强者里面能有9个穿着或穿过披风的。其实不光是尾田的一种情节吧，大多人在年少时都有这种情节，只是海贼王对这种情节表现得淋漓尽致。还记得路飞有一句名言，也称披风定律，说就算狒狒穿上披风都是英雄。这句话还给了当时懵懂的乔巴深刻的影响，帮他树立了奇特的英雄观。之后便有了穿着斗篷的乔巴假面。曾经的海上3大势力海军、四皇、七武海，其实还可以加一个暗地里的革命军，他们中间穿着披风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海军里的中高级军官，如参加顶上战争的10万精锐，几乎都穿。他们的外套虽然有袖子，但是他们就算拿来当被子盖，也从来不正儿八经的穿，就专门这样设计的，挂在肩上当披风穿。不得不说，倒是挺帅的，尤其是大将们的气势加披风，倒是穿出了无与伦比的压迫感。四皇里面不管新的老的，红发、白胡子、凯多、大妈、黑胡子、路飞、巴基，全部都穿披风或斗篷。路飞以前是不穿的，但是在2年后片头里、剧场版里以及和之国是没少穿，就给人感觉什么是成为海上霸主前不可或缺的前提，是意志，是霸气。什么是成为海上霸主后不可或缺的东西，是斗篷，是披风。真的想说，红发香克斯这身衣服加斗篷穿起来那是绝对的帅。海军那边的大衣是有版型压制的优势的，但是红发能把一件普通斗篷穿成不输分毫气势的份上也是可以了。老牌七武海里7个人里6个穿披风，就熊不穿，但是熊在革命军里是穿的，毕竟斗篷算是革命军的一种制服。这么算的话，七武海各式各样的斗篷披风就是个纯纯的披风大队。革命军的话，毕竟龙本身这么喜欢穿斗篷，整个革命军自然也形成了这种企业文化。要说这斗篷披风到底有啥用，可以说除了帅一无是处，但是只要帅就足够了。如果明哥不穿他那粉红大皮草，气势多多少少会矮一截。由于明哥的大袄子过于深入人心，所以这种同款披风也称多弗时装体系，比如多弗朗明帝就是他弟弟克拉松，多弗朗明姐夏洛特加雷特，少弗朗暗弟尤斯塔斯基德，以及多弗朗明爹百兽凯多。而路飞穿与不穿披风也是2种不同的气势，像是在金狮子剧场版里的黑色大衣，在众人簇拥下，在一阵烟尘中缓缓入场，潇洒霸气，完全可以入选路飞最帅10大镜头之一了。还有剧场版 Z 里的红色大衣，和罗杰的有些相似，颇有一种已然成王的感觉。当时山治是一件黑色的毛茸茸披风，索隆的袍子外面套了件红色大衣，这一套草帽团皮肤应该属于是最接近王团气质的那种装扮。所以总而言之，当路飞站在世界之巅的时候，身上不一定要穿衣服，但身后一定不能没有一件披风。海贼王中的我吐槽我自己，在草帽团这么一个欢乐团队中，他们总是对自己的沙雕之处充满迷之自信，从而也少不了不小心就我吐槽我自己的操作。首先，路飞从来不认为自己很能花钱，
在用1亿贝利开宴会之前，空岛那会儿，一伙人说肩见手的时候，路飞说要严肃的批评伙伴们了，多少要考虑一下怎么花钱吧。这句话也迎来了山治的真相，因为全是你的伙食费啊。路飞这才恍然大悟。后来路飞和罗基德第一次联手战斗的时候，看到两人的能力，路飞饶有兴趣的说道：“你们的能力还真是奇怪呀。”路飞自己奇怪的招式还少吗？可他似乎并不这么认为，所以基德提醒道：“你的能力才最奇怪，好吧？”路飞不认为自己是个莽夫，至少在鬼岛是这样的。好像是拿错了剧本的路飞，屡次提醒基德不要破坏警卫们的作战计划，主动去拦住莽夫基德。这些话居然某一天在路飞这里说出来，简直不可思议。不过好在虚惊一场，进入会场后，很快路飞先猛为敬。对，这才是熟悉的路飞嘛。然后是索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路痴，以至于常常迷路绕回起点，却以为只是个相似的地方而已。像是空岛时期索隆的迷惑操作，他打算一个人去森林里打探消息，让其他人留守据点，并说常言道迷了路就应该老实待在原地。这句话让娜美有了一种倒打一耙的感觉，该待在原地的人是你才对吧？果不其然，后来索隆在身边有指南鸟的情况下绕回了起点。当然每次索隆落单后，常常会为走散了的伙伴们感到头疼，可是其他人明明都在一起，只有索隆方位不明，到底是谁走散了？索隆最经典的一句自嘲，无疑就是溜达到天龙人的专行道上，一句怎么你要问路吗？震惊天龙人。表面上是自嘲，实际上索隆可能真不清楚自己的方向感全部用来换起名字的天赋去了。接着是弗兰奇，作为变态，他可没少吐槽别人是变态。虽然夸弗兰奇是变态会让他欣喜若狂，但他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特别的奇怪，反而当初在和草帽团并肩作战的时候，还觉得路飞他们是一群怪人。然后在娜美撕破卡利法衣服的时候，弗兰奇评价娜美有够变态。后来遇到塞尼尔，看到他穿着卑鄙装，弗兰奇脱口而出：“这个变态到底在搞什么鬼？”这让旁边的手下尤为震惊。最变态的是什么？一个变态居然在说另一个变态是个变态。还有布鲁克，自己吐槽自己可是布鲁克的拿手好戏，除了他那个自嘲式的我没有眼睛没有肉的骷髅冷笑话。第一，布鲁克害怕僵尸，嫌人家长得忒吓人，秒了僵尸后一边吐槽好可怕，一边撒腿逃跑。僵尸也是无奈了，我靠，我们还没说你长得更吓人好吧。第二，布鲁克害怕鬼魂。布鲁克作为在恐怖地带混了几十年的老鬼，后来甚至在和之国自己扮鬼，吓得一群人嗷嗷叫唤。然而在恐怖三人帆船的时候，布鲁克却觉得佩罗娜的幽灵太可怕。第三，布鲁克害怕骷髅。要说这东西谁怕，布鲁克都不能怕吧。然而当时布鲁克睡迷糊了，看到骷髅玩偶后，自己却被吓尿了，大呼有妖怪。看来布鲁克虽然时常忘记自己长啥样，但对自己的定位还是非常准确的。还有罗，作为草帽团的盟友，罗的客观吐槽往往是一针见血。然而口嫌体正直的罗，吐槽过的事情最后往往变成了吐槽自己。比如路飞把新鲜的食物送给简陋镇的人们，罗在那吐槽海贼居然干好事儿，我都要吐了。这么说罗干过的好事儿还少吗？给冰火岛的孩子们治病，德岛和之国能脱离黑暗统治，不管是不是罗的原意，反正罗是乐在其中的，功劳也功不可没。好一个自己吐槽自己。然后就是说路飞基德俩傻子肯定会正面嘛，结果到了鬼岛，傻子从2个变成了3个，罗最后也变成了当初他嘴里吐槽的那类人，关键是他还乐在其中。所以这一伙爱互相吐槽的人，可能有时候会忘记自己就是自己口中的那个沙雕，莫名其妙就变成了自我吐槽。但是这也是这群人的可爱之处吧。梅利号上的每一个房间，梅利号的空间布局可以分为6个房间，一个瞭望塔，一片橘子园，一个路飞特等席，外加前后甲板和中央甲板。这是梅利号构造图的切面。首先最底层是男生女生的卧室，男生人数较多，所以他们的房间相对大一些。路飞他们平时全员睡吊床，当然沙发和其他地方也是可以睡的，不过他们的睡姿总是充满创造性，条件谈不上舒服，但他们不在乎这些。还记得罗宾刚上船那会儿叫醒大家起来看流星雨，也是非常温馨的画面。男生房间里的东西不多，两侧有沙发，一张小桌子，其他的就是衣柜、水桶和酒桶，还有堆放的自己要洗的衣服和洗衣用具。哦对，这块地毯上也是可以睡觉的，索隆和山治就一起共枕过嘛。梅利号的主桅杆直穿男生房间，上面有扶手，所以可以直接爬到中央甲板上去。然后男生隔壁是女生房间，原本是为可雅小姐设计的，赠予草帽团后，一开始除了是娜美的专属房间，微微中途住过，路飞他们照顾娜美的时候也暂住过一晚，后来是罗宾。东西虽然多，不过整理的井井有条，酒量极好的娜美还让人在房间里打造了一个吧台，也不是很稀奇的事情。这里也有书桌书架，平时娜美就在这里绘图，还有搂着睡觉的宝箱，里面都是娜美最爱的收藏品。这张沙发是2用沙发床，房顶上也有收纳的吊床，不担心会多住进来2个人这种事情。然后往上一层就是中央甲板层，这块甲板承载了很多回忆，草帽团的海贼旗就是在这里绘制完成，也是把小冯吊上来的地方，等等等等。
中央甲板往前的房间，也就是船头部位，是一个火炮间和军火仓库，这里面有一门主炮，堆放着一些炮弹和冷兵器，以及一些杂物，还有一个起锚机，通过逆时针旋转可以把锚绳卷上来。但这个房间大家都不怎么来，毕竟路飞本人就是一个好用、顺手且效率又高的主炮。平时起锚的话，索隆一般会直接把锚拽上来，起锚机上的罗盘在伟大航路就更无用武之地了。中央甲板往后的房间是仓库，阿拉巴斯坦之后，罗宾偷偷上船后就从这里出来的，当时他可能已经在船上观光了一圈了。仓库里左右各一门侧舷炮，这里平时就存放一些水酒、粮食以及娜美无法带回房间里的宝物，另外也是乔巴的实验室，但大多时候船上可能根本存不下吃的，挨饿才是家常便饭。有仓库作为缓冲空间，也增加了女生房间和浴室的私密性。进入这2个房间都要经过仓库，而且通往女生房间的扶梯口还可以上锁。仓库再往后就是浴室卫生间，门上的窗户安装了窗帘，防止偷窥。不过这里有一条非常奇怪的说明，说这里虽然是卫生间，但男生们好像都不会在这里上厕所，所以路飞他们把货卸到哪儿了不言而喻。中央甲板的楼梯下有脚踏车式的集水装置，不仅可以从船底汲取海水，还可以人力发电，本来有2个，但被路飞用了一次就坏了一个。通过中央甲板的2侧楼梯往上走，就是休闲室和高处的前后甲板。前甲板这里，当初东海5人组就是在这里起事，后来路飞在这里当着狙击王的面问乌索普去哪儿了。后甲板这里有船上的第4门火炮，另外草帽团曾经在阿拉巴斯坦海域遇到过一只海猫，被饿了好几天的路索山当初在这里要大开杀戒，在这里他们和薇薇告别，为了不让海军抓到薇薇是海贼伙伴的把柄，他们一言不发，却纷纷亮出伙伴标记。这一层还有最重要的休闲室，在仓库的正上方，也是会议室、厨房、操作室、乌索普工厂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房间，也是草帽团主要的集体互动空间。罗宾第一次偷上梅利号的时候，就坐在了休闲室门外的围栏上，把路飞的草帽拿过来戴在了自己头上。当时梅利号还没有山治梦寐以求的带锁冰箱，所以他会在冰箱附近放置老鼠夹，不防男不防女，只防某位有缘人。冰箱旁边是酒柜，那边门的一旁就是微型开放式厨房，索隆、山治曾在这里一起洗盘子。梅利号是用操作棒控制船尾的舵板调整方向，索隆尝试过独自驾驶，出门把海军的军舰给刮了。休闲室的房顶是娜美从姐姐橘子园里移植来的3棵橘子树，换了桑尼号之后，这片橘园也被移植了过去。然后是梅利号的羊头，路飞的特等席，刚进伟大航路就撞了拉布断了，把路飞气得不行，不管路飞在哪儿，他都要有自己的特等席，是路飞的一种情有独钟吧。桑尼号被称为梦想之船，它可以载着一伙人驶向最终之岛，而梅利号也是一艘梦想之船，它承载着一伙人的梦想，开进伟大航路，到达一个又一个岛屿，上到万米空岛，完成了梦想之约。他独自航行到司法岛，将伙伴们接回来，送向他们人生的下一关。总之，这艘船上留下了太多的故事。虽然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不过在桑尼号的船坞系统中，有着一艘迷你梅利号，将继续陪伴伙伴们完成最终的冒险，最后见证路飞成王。反派不可怕，就怕反派讲礼貌还有文化。CP9 落败的方式大多比较搞笑，留下了6式学5式，铁块不要学的传世箴言。尽管如此， CP9 这帮人作为卧底特工，有着专业的职业素养以及奇特的个人才能，以至于到现在为止 CP9 都是塑造的非常成功的一批对手。第一，人体测谎仪。 CP9 在当时6式玩的花里胡哨，实力那也是很强的，但 CP9 并没有仰仗实力去干出什么反制操作，反而无比理性。陆奇名侦探柯南附体，而经常自称老夫的卡库有着一手老中医般的把脉术。冰山社长虽然费尽心思隐藏冥王图纸，但他不必说话，脉搏会告知一切。当时陆奇根据有限的信息，冰山有恃无恐的态度，推测图纸根本就不在卡雷拉公司内部，并大胆推翻了卡提弗兰姆已死的定论，怀疑此人改了名就在水之都，通过木材交易和冰山有过来往，所以新吉茨瓦伊斯摩黑图纸，那就是冥王图纸转移到了那个被死亡的师弟卡提弗兰姆，也就是弗兰奇的手中。当然光靠咄咄逼人还不行，老中医卡库已经把冰山的脉搏稳稳拿捏，不断加快的脉搏也证实了这一点。本想着一死了之，真相也就不了了之的冰山，属实是没想到他们用把脉这一手操作套出了信息，陆奇卡库依靠心理战也得以顺利抓到弗兰奇。第二，世界顶尖船将，作为卧底要能适应各种环境并稳稳扎根，陆奇和卡库打入卡雷拉公司内部，用5年的时间就成为了水之都5大当家工头之2，那也就是世界最顶尖的船将了。而且这还只是为了任务半路出家而开展的副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获得冥王图纸后，这些技能可以立刻派得上用场，如此沉得住气的心态，同时也让他们搜罗到了一些冰山和弗兰奇关系的蛛丝马迹。第三，著名马戏团，索隆打败卡库后，不仅将巴里的那句你们被解雇了带给了他，还调侃卡库你们可以去动物园谋生，似乎受到了索隆的启发。CP9 战败后被斯潘达姆甩锅，
逃亡到了一个名叫春之女王镇的地方。为了给重伤的露琪筹集医药费，卡库、加布拉、布鲁诺、猫头鹰开办了狼专、火圈等的动物专场，卫曲和卡利法分别给市民表演农具和清洁城市。最后不仅筹集到了医药费，还有闲钱去购物、喝咖啡。索隆虽然不认路，但他一直很擅长给人指路，也真是给这帮人指了条明路。卡库他们有开动物园的优势，而且卡库心里多少也怀念在水之都的那5年的日子，只是他当时说了一句杀手是不能改行的，透露了多少无奈和向往。第4，出门讲礼貌。露琪贯彻黑暗的正义也是挺极端的，但那是在任务内。另一方面 CP9 在任务之外是出奇的讲礼貌，以他们的实力完全可以在小镇中随心所欲。不过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不仅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坏去怎么样别人，反而力所能及的去赚医药费。露琪伤愈复出后还和医生握手表达了感谢，还顺手帮小镇解决了一伙来犯的海贼。只是露琪改不了老毛病，下手太重把市民给吓到了，但这一伙人也给小镇带来了欢乐和新鲜感。临走时，被救的小女孩上前送了一朵花给他们。这伙人平时都是干着暗杀的差事，何况刚刚还把市民给吓得够呛。见到这种场面，居然受宠若惊。卡利法则是优雅的接过了花。第5，团队荣辱感。CP9 虽然是作为主角团的对手，但他们内部同样有伙伴一样的情谊。当初任务失败后，布鲁诺将露琪救出，一伙人开启逃亡生活。平时不服露琪，也看不惯卡库的加布拉，此时却背着卡库将衣服给了卡利法穿。在危难关头，这帮人却非常团结。从春之女王镇回到故乡后，他们看到了下一代的 CP 正在刻苦训练。此时海军的追兵已经来了，为了不将战火引到那里， CP9 全员迎战，并轻松击败了这一伙海军，并告诉甩锅的斯潘达姆，我们迟早会回来的。卡利法将小女孩的花留在了故乡。2年后，露琪、卡库成为了 CP0， 至于其他人目前还去向不明。在以往路飞打败的对手里， CP9 的下场算是非常好的了。露琪、卡库不降反升，尽管他们是主角的对手，但在任务之外，他们还有性格的另一面，并非彻头彻尾的反派。现在回头看， CP9 依然是非常有趣的一伙敌人，而且更何况，连他们对于铁块的执着、落败的方式都是那么步调统一、标新立异。路飞不讨厌的敌人。路飞的性格往往是要打就打，对事儿不对人，不会以别人的立场判断人的本质。但路飞也不是烂好人，像陆琪、赤犬这种死追不放还很极端的正义，夺他伙伴杀他亲人的对手，路飞也是会记恨的。不过一个人本身的正直，路飞却可以与之共情。第1，原大将泽法。泽法因为对海军绝望，对海贼痛恨，走向了一条极端的道路。他要毁掉新世界，还夺走了路飞的草帽，妥妥的路飞的死敌。虽然青雉透露了一些内幕给草帽一伙，但路飞表示他做他的，我干我的，草帽必须还我，海贼王我必须当。泽法和路飞最后来了一次信念的对决，路飞最终拿回草帽，开心的笑了笑，泽法也打痛快了，重新审视了路飞。两人之间没有任何仇恨，泽法本质上并不坏，也不极端。他明白了路飞只是想要自由和梦想，是个好孩子。泽法让路飞继续去冒险，自己对抗大批海军，为自己的信念做一个了断。路飞不仅一口一个亲切的大叔喊着，远去的路飞久久望着泽法的方向，这已经不仅是不讨厌了，更多的是尊重。第2，大将藤虎。路飞和藤虎第一次相遇在德岛赌场，那时候路飞不知道眼前这大叔是海军大将，但藤虎知道这是草帽一伙，还知道路飞是个好孩子。后面路飞的所作所为，藤虎虽然看不到眼里，但都记在心里。路飞算是帮政府收拾了个烂摊子，以至于最后藤虎去抓路飞也是各种忍不住放海。路飞看藤虎双目失明，行动不便，出于堂堂正正，什么我要放技能了，我要揍扁你了，都要事先提醒藤虎，还直言并不讨厌大叔你，搞得藤虎既无语又想笑。最后放走草帽一伙，还很遗憾不能看看路飞的样子，想必一定是一张善良的脸吧。第3，G5中将斯摩格。路飞和斯摩格从死敌到队友，与其说斯摩格经常站在路飞这一边，不如说斯摩格始终站在正义这一边。尤其是阿拉巴斯坦，路飞也是对斯摩格说出了我并不讨厌你啊这种话，完了还在那儿给的笑，斯摩格也是很无语。第4，原大将青雉。路飞遇到的第一个海军大将。青雉当海军的时候，他对路飞手下留情多少次了，路飞那是亲身体会。虽然没有对青雉说过我不讨厌你什么的，不过青雉应该也属于路飞不反感的原海军。路飞不讨厌的海军还挺多的，再比如克比、贝鲁梅伯，路飞克比之间还有一个大将之约。总而言之，感觉除了赤犬就没有让路飞特别膈应的海军。第5，老沙。起初老沙和路飞打到各自急眼，但只能说缘妙不可言。老沙从一个要路飞命的人变成路飞的救命恩人，路飞不至于多喜欢老沙吧，但对路飞个人而言，他没有理由再讨厌老沙了。而且正所谓老沙出品必属精品， Mr. One、 小冯、三哥、罗宾开始都是老沙的人，但他们本质都不坏，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都帮助过路飞，更是好多次救了路飞的命。罗宾还成了路飞的伙伴。一开始立场不同不重要，缘分到了挡也挡不住，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老沙可以说也是路飞的恩人之一。第6，卡塔库利。卡二从对路飞不屑到认真对待战斗，再到自废一颗腰子和路飞公平对决，卡二是个可敬的对手，他也慢慢认可了路飞，直到最后两人依旧有继续战斗下去的余力，只是卡二被路飞的决心和气势所折服，自动认输。路飞嘴上不说，不过他将外层的帽子盖在了卡二老师的嘴上，以表对卡二的 respect。路飞如此郑重地致敬一个把自己打得很狼狈的敌人，卡二老师这是唯一一个。第7，凯多。原因是这俩人在屋顶上单练，还笑，看着还打出感情来了。路飞觉得酣畅淋漓，越来越有意思了。凯老师附议，就怕路飞来一句凯多成为我的伙伴吧。路飞也没有理由讨厌凯多，仔细想想，路飞对凯多的个人怨恨还不如路飞对大妈对黑胡子的重。凯多起初又没伤害路飞伙伴，也没针对路飞，反而是路飞打完凯撒打明哥，把凯多惹毛了，只因为罗当时说的拉凯多下马的提议。而路飞想成为海贼王，就至少要干趴一个4皇，顺便管一下和之国的闲事儿。路飞没有像赤鞘武士那样带着仇恨去打凯多，也实属正常，毕竟只是为了完成主线任务。除了这些，像巴基啊、凯撒啊，一开始都是路飞的敌人。巴基曾经弄坏过路飞的草帽，凯撒拿孩子做实验，只是后来也都帮过路飞，甚至救过路飞的命。现在也不能说是一伙的吧，反正路飞说不上多喜欢他们，不过也绝不讨厌。鹰眼曾经评价过路飞，路飞拥有这片大海上最可怕的力量，能把身边的人一个个都变成自己人。确实，战后连鹰眼自己都免不了和草帽团沾亲带故了。总而言之，在这场冒险中，除了赤犬，大家都可以是自己人。顶上战争和鬼岛战争对比，顶上战争和鬼岛战争是海贼王剧情截止到目前最精彩的2场超级大团战，同样都对之后的形势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从战力咖位上来说，尤其是实力成谜的 CP0 和向主进场后，鬼岛上的战力总和有了追平顶上战争的势头。顶上战争中，卡普、战国2大传奇海军镇守处刑台，赤犬、青雉、黄猿海军3大将一起霸气登场。鹰眼、大雄、老沙、明哥、女帝、慎平、莫利亚、黑胡子，当时的新老七乌海为了各自的目的全部参战，其中老沙、慎平、女帝这仨算是路飞这边的，顶替老沙的黑胡子是当面造反，率领升级版的黑胡子海贼团来捡漏来的。还有贺中将、屠魔令武中将、支部海军中将、巨人中将以及斯摩格、提纳、替彭恩等一众海军精英将领参战。海军科学部队的一批和平主义者，以及从四海召集的10万海军精锐。四皇白胡子这边，除了在处刑台上的艾斯和被杀的萨奇，带来马尔科等14个番队队长，外加嫡系1600人，还有43个麾下的新世界海贼团，兵力数量5万人。不过这些队长太多，只是着重展示了其中几个。另外就是路飞、巴基、小一万他们从推进城出来的一伙人。此外还牵扯到了四皇红发、四皇凯多、超新星罗等人，光是涉及到参战和准备来参战的人数就多达15到20万人。鬼岛大战这边咖位也不小，有双四皇凯多大妈结盟坐镇，百兽团三灾晋、奎因、杰克，光上面几个人赏金就共计127亿贝利之多。尾田下了大手笔，专门给路飞这帮人安排了一场100亿补贴。但是往下就比较拉垮了，凌空六子、虎头蛇尾、福之福5亿4600万赏金，被慎平没几招就给虐了，但抖出了不少信息。超新星霍金斯和阿普大妈带来了一个将星和几个大臣，基本全场划水。蛮霸者、给付者、报效者、等待者这些百兽团的人开场总计3万。大蛇这边有看侍郎、福禄寿的玉庭番众等等。路飞这边草帽团全员参战，赤鞘九侠等和之国武士，加洛特、旺达等毛皮族战士。超新星有罗和基德、基拉，以及暂时结盟的德雷克，凯多的乖女儿大和，超级外援不死鸟马尔科，神助攻的玉皇大帝小玉。路飞这边开场的作战人数5400人。另外现在世界政府的 CP0 也进行了干预，以及突然出现的相主。从人数上鬼岛大战不及顶上战争，不过这次是草帽团当主力，至于和顶上战争白胡子和三大将当主角比，哪个更精彩因人而异。第二，从战争带来的影响上来说，鬼岛战争影响更大。顶上战争和鬼岛战争都在讲一个事儿，就是新旧时代的交替，大海格局的变动。顶上战争海贼这边艾斯和白胡子战死，黑胡子抢夺阵阵果实。海军这边后来战国让位，爆发了赤犬青雉的元帅之争，因为 One Piece 是真实存在的，开启了大航海 2.0 时代，海军本部搬到新世界，世界大征兵等事件。顶上战争虽引起了重大变动，但大海格局尚未动摇。鬼岛大战呢，就像马尔科说的，接下来就轮到巨星登场了。在此之前，5大超新星面对2位四皇，就很直观的说明这几个超新星要打破现在的格局了。包括乔伊波伊、太阳神尼卡、相主、恶魔果实等等，这些信息量要比顶上战争多得多。世界政府直接介入，距离最终章越来越近。相比于顶上战争那个被踢过来踢过去的路飞，鬼岛大战也是路飞向海贼王迈进的关键一战，在后续的影响上，鬼岛大战更有力量一些。第三，从战斗上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毕竟这么多大佬都来了，就是看他们打架的，不打他一个轰轰烈烈怎么能叫大战？这一点2场战斗各有特点。顶上战争果实能力的对决更精彩一些，
主角莫过于岩浆、冰冻、闪闪三大自然系和一个最强超人系阵阵，还有惊艳亮相的马尔科，各处救场的老沙，如来神掌的战国。顶上战争也是各种果实能力、体术、剑术、计谋的巅峰对决。白胡子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战国层层设防，巧用离间计。顶上战争是智勇结合，层层推进。鬼岛大战就是人群里开花，明面上有计划，到了现场大伙各自为战，都不清楚队友在搞什么飞机，一窝蜂的莽就完了。这种意外频出，前半段打得非常混乱，后半段各自固定对位的对手的路数，其实也挺有意思。然后就是鬼岛战争给人的惊喜比较多，比如路飞的霸王色缠绕，山治的血统因子觉醒，索隆觉醒霸王色，罗宾展现恶魔形态，基德和罗的果实能力觉醒等等。虽说有点战力不够，开挂来凑的意思，如果不纠结这一点，其实鬼岛的战斗并不比顶上战争差很多，毕竟这是主角团前所未有的场面，燃肯定是燃起来了。第四，从情感的展现上来看，顶上战争的厚重是至今无法被超越的，不光是因为艾斯和白胡子的死，前面还铺垫了卡普和艾斯的感情，艾斯和白胡子的感情，路飞和艾斯的感情，白胡子和船员的感情等等。在这场战争作为生离死别的大背景下，这些感情更能让人感动。尾田就是要把你给整哭。另外还有赤犬对自己正义的执念，卡普在正义和亲情之间的两难，科比对这场正义战争的反思，也足以让人思考。鬼岛这边不能要求他去媲美顶上战争的厚重感，除了草帽团之间互相信任作为托底，情感方面和顶上战争不是一个类型上的。顶上战争是旧时代的落幕，鬼岛大战是新时代的崛起，一个注定是意难平的悲剧，一个是理所应当的圆满，喜欢哪种其实也看个人。不过顶上战争和鬼岛大战还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有一个各处搞事情游走无比风光的外援。顶上战争是老沙，鬼岛是马尔科，都有一个人用看似很搞笑的方式封神的人。顶上战争是开直播并对四皇出言不逊的大神巴基，鬼岛是到处喂丸子还哄四皇开心的玉皇大帝小玉。当然海贼王最后还有一场巨大战争，剩下的两个四皇团该登场了，包括革命军、草帽大船团、超新星、海军本部、世界政府，甚至其中几个元气乌海。那一场一定会是超越顶上和鬼岛的终极战争。乌索普用奇特发明帮助伙伴们，大神给伙伴们发明过很多东西，代表作就是娜美的天后棒。虽然刚开始把娜美给坑麻了，不过从阿拉巴斯坦时期天后棒 1.0， 司法岛时期天后棒 2.0， 佐乌时期天后棒 4.0， 这3个版本乌索普都参与了。越来越智能的天后棒少不了乌索普的帮助，只是乌索普一跟娜美要辛苦费，娜美就溜了。此外再加上娜美的灵活运用和弗兰奇的协助改造，现在融合了宙斯的天后棒 5.0， 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大而成熟的武器了。与弗兰奇的发明风格不一路，乌索普虽不是科班出身，但靠着自己古灵精怪的脑回路，往往会搞出看起来扯淡但关键时刻还真有用的小玩意儿。乌索普铁锤分为5吨版、10吨版、100吨版。5吨版是俩平底锅，能折叠的金属支架，若干黑色胶布，就是纸糊的吓人道具，真实重量2公斤。10吨版的外面是个大气球，接触敌人的时候将气球刺破，达到惊吓效果。这东西也帮了他自己和伙伴的大忙，曾经吓懵逼过 Mist 4，乌索普都难以置信这玩意儿不会真的有用吧。其实主要是 Mist 4除了打棒球外，对其他事情反应异常迟钝而已。在让3大主力都吃瘪的佩罗娜面前，乌索普用蟑螂星和10吨铁锤将其吓晕，搞定了这个非常 bug 的萝莉。对付 bug 就要用不同寻常的鬼点子，这一点乌索普深有体会。乌索普潜水服上空岛之前，草帽一伙打捞沉船的时候，乌索普就地取材制作了潜水服，看起来很简陋，不过密封性、空气供给管、传声筒、回收装置什么的都是一应俱全，可见即使材料有限也难不倒乌索普。乌索普名字的由来是很多人在荡绳子的时候会出现反祖式怪叫，这是一个会弹出伸缩钩爪的腰带，可以用它来实现远距离移动，空岛篇中使用过，和路飞的橡胶弹弓差不多。虽然平平无奇，但在乌索普的手中成了绝境神器，在乌索普和山治爬上艾尼路的方舟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两人成功救下娜美，才有了后来娜美带路飞去打艾尼路的操作。之后乌索普再次用这个道具救下了山治，之后乌索普换来很多空岛背后，还要把索隆的刀改造成味觉之刀，就是可以储存释放各种气味的刀，听起来挺奇葩，不过索隆当然没有答应。乌索普章鱼鞋拥有较强吸附力的攀爬工具，爬艾尼路方舟时使用过，然后就是在海上列车上救罗宾，利用章鱼鞋偷偷潜入了关押罗宾的车厢里。乌索普伙伴头像冰火岛时期，山治、娜美、乔巴、弗兰奇被罗给换了身体，乌索普给伙伴们临时制作了 Q 版头像牌，用于区分。僵尸浇花器，罗宾喜欢养花，乌索普送给罗宾这样一个僵尸水壶，非常贴心的迎合了罗宾奇特的审美，反正是收获了罗宾的喜爱和赞美。但凡浇花的场景，罗宾都在用它，
可以说是爱不释手了。乌索普吓死你不偿命鬼脸，根据砂糖的弱点，与勘十郎合作研发的实体表情包，通过推进装置和关键时刻觉醒的见闻色，将其送至砂糖面前，再次将砂糖吓晕，挽救了路飞和罗，也改变了之后的战场局势。不愧是绝境之神，萝莉杀手。乌索普啥都会一点，而且往往出其不意，即使用一些奇思妙想，也能够在绝境中帮助伙伴完成华丽的逆转。老沙的完美计划是怎么一步步输掉的？要说会玩谋略的海贼，有百济克洛、多弗朗明哥、黑胡子、罗等等，但是论大谋略，他们和老沙都不是一个层次上的。老沙是运筹帷幄，甚至都不需要怎么露面，就把1000万人口的阿拉巴斯坦玩弄于股掌之间。老沙要颠覆阿拉巴斯坦政权，进而获取古代兵器冥王，建立军事强国，凌驾于世界政府之上。明面上利用政府七武海的身份打击来犯海贼，获得了国王和民众的很大信任，成了国家英雄。暗地里组织巴洛克犯罪集团，捕杀海贼，筹集资金，制造早已被政府禁止使用的跳舞粉。使用这种东西只在国王所在的王城下雨，夺取周边的雨水，导致周边3年不下雨，严重干旱，引起暴动。还让手下把跳舞粉运往皇宫，在中途故意暴露，让民众察觉。民众积怨生恨，将矛头指向国王。寇布拉虽然是个好国王，但根本找不到凶手，因为老沙的地下身份鲜为人知，连他那些高级干部最终作战前都不知道自己老板的真面目。知情的薇薇和伊卡莱姆也无法及时将信息传达。老沙在暗中利用果实能力制造沙尘暴，使绿洲的淡水资源干涸，甚至直接毁灭绿洲城市，让双方矛盾激化。就这样，叛乱军不断增加，后来从70万涨到200万。最终作战当天，老沙让妹死圣诞节的鼹鼠能力偷走国王，小冯用模仿能力冒充国王，在油菜花城里烧杀抢掠，还击伤了叛乱军首领寇沙。老沙还让他们不经意间给叛乱军留下大批武器，这一波直接起飞。200万叛乱大军从各路直接杀向王城，威望很高的老沙坐收渔翁之利，等待接管就行了。计划到这里，老沙的谋略没毛病，因为老沙控制了人心，这很可怕，基本上没什么妙解。但阿拉巴斯坦也是各方势力计谋上的攻防战。山治摊牌梅斯特王子，后跟乔巴狸猫换太子，调虎离山，营救路飞他们，间接破坏了老沙的计划。山治帅气救场，可老沙不慌，他有后手，因为喂香蕉鳄的那把钥匙是假的，真钥匙还在自己手上。但老沙是真没想到，同样被喂鳄鱼的三哥还活着。山治利用三哥的蜡烛钥匙救走路飞众人，三哥把老沙给坑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有个小男孩看到小冯冒充假国王了，但老沙做事情总有后手，他早在钟楼上安排了足以炸平王城、炸死几百万人的炸弹。当草帽一伙干部战打完后，拼了命的空中接力，把薇薇送上去熄灭引线。引线熄灭了，可这炸弹居然还是个定时的。于是贝尔当时不顾生死，将炸弹带到天上引爆。之前叛乱军首领寇沙也已经目睹了克洛克达尔才是国家的凶手。老沙表示，凶手是克洛克达尔，关我老沙什么事儿？那好，就算是又怎样？能让叛乱停止吗？太天真了。原来老沙早已在国王军和叛乱军中安插了很多卧底，不管是薇薇公主还是寇沙出面主停战争，卧底们就会及时暗中破坏，甚至再次击伤寇沙，从头到尾都是这样。这场战争被老沙玩的已经到了连双方首领都无法阻止的地步。哪知道这个时候突然天降大雨，首先斯摩格明确否认是自己干的，难道是老沙败了引起的吗？反正就是说不清楚这雨怎么来的这么及时。老沙颇有诸葛亮在上方谷，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的味道。战争被这场大雨打断了，但叛乱还未结束。叛乱军说亲眼看到了国王在油菜花城杀人放火，这个怎么解释？这个时候，那个目睹了小冯冒充假国王的小男孩被伊卡莱姆带来了，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加上薇薇和寇沙的声音，终于能被听见了。到这里大家才放下武器。再就是路飞这一点，老沙严重低估了路飞做仰卧起坐的腰力，路飞至少3次直接死于老沙之手都没死成。一次在沙漠被罗宾给挖出来了，路飞要肉吃，就被贝尔带走照顾了一小段时间。第二次在皇宫，老沙虽然从杀鳄鱼变成了落汤鸡，但老沙把路飞吸成了干尸，老沙匆忙的就赶往圣殿地宫了，结果路飞吐歪的水正好落下来救了他。第3次中了老沙钩子上的毒，被罗宾所救。其实罗宾也把老沙给坑了好几次，除了救路飞，早知道山治的存在没跟老沙说，看到山治偷偷进了雨燕也没跟老沙说。关于冥王的记载，罗宾故意骗了老沙，导致老沙人财两空。如果细数老沙的计划被破坏了多少个环节，那真是没有10个也得有9个了。最可怕的是，这里面但凡有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被破坏，都是足以改写全局的，老沙的计划都不会被终结。甚至到最后老沙都躺那儿了，周围的人还都在疑惑，鳄鱼先生怎么会躺在这儿？快起来，地上凉。可见老沙的谋略之高深，穿透力之强悍，大局之稳固。但老沙在阿拉巴斯坦就是大反派，他输的虽然可惜，不过也是天要亡他，本该如此。索隆觉醒霸王色的历程，在1033话全图情报中，索隆在和晋单挑期间，
百兽海贼团的人试图攻击索隆，结果他们倒地失去了意识。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索隆3把刀上都出现了黑闪拉丝，参考罗杰白胡子刀上的效果，所以索隆有霸王色且能缠绕，基本已经实锤。这是鬼岛之上第3次明示索隆会有霸王色，而且是逐次递进。索隆能觉醒霸王色并快速出现霸王色缠绕，也并不突兀。更三郎曾经的教导和研磨这把神装的及时帮助是必不可少的。但总结来看，索隆2年后一直蕴藏着那种让人恐惧的气势，只是没有契机，只要有了就厚积薄发。虽然之前索隆和霸王色并没有直接明确的关联，但那种气魄倒是时有发生。在冰火岛，索隆用出2年后的新招式一刀流大陈汉，把雪女莫奈劈成了2半，但莫奈没有被真正的砍伤。首先通过达斯奇的话，索隆没有用霸气，只是将敌人震慑到无法自由活动，就是直接瘫软了，让人有一种绝望的恐惧，和路飞当初震晕迪巴鲁的牛差不多。这时候索隆身上就已经有了一种能让敌人产生恐惧的气魄。雷利曾经说过，霸王色虽然不可以习得，但有这个资质的人会随着自身气魄而增强。可以看到索隆的气魄是不断增强的，和路飞差不多，一开始只是头牛，直到在女儿岛和顶上战争中大爆发。所以只需要一个契机来觉醒，成熟的霸王色出现在索隆身上也并不突兀，甚至可以快速掌控自如。佐乌之后索隆就掉线了，到了和之国，对索隆身上气魄的那种烘托是一波接一波。首先说索隆身上气魄有点东西的，不是在鬼岛，在博罗镇。向普利士普岛说，那个浪人身上散发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气魄，然后觉得惹不起。到了鬼岛，奎因释放冰鬼病毒后，称之为是一场游戏，索隆就怒了，吼道：我可不是为了这种无聊透顶的游戏才来这座岛上的，我是要来砍了凯多的。随即索隆身边产生剧烈震动，伴随一些石块的坠落，布鲁克和凯多的手下纷纷将源头指向索隆。布鲁克怀疑是索隆干的，索隆这里是明确否认，然后就是9刀流砍伤凯多，凯多进一步将霸王色的话题指向索隆。这个时候索隆的言语好像有点变化了，从明确否认到难以置信，就是那种啊是吗？我居然是个路痴，我自己怎么不知道？之前索隆被禁压之后，研磨开始暴走，疯狂吸霸气。现在索隆说，我该怎么办才能让霸气稳定下来？如果继续释放这么多霸气，最后会没命的。不，就这样，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因为索隆想到了更三郎和一本松的话，要了解刀并无畏地驾驭它，而刀也会选择他认为适合的主人。此刻研磨正在考验他，然后冲过来的凯多手下被震晕，很有可能是索隆自己和研磨一起把原本就有的霸王色给激发出来了。而后晋说了一句，你真的想成为王者吗？晋能说出这句话，说明也是被索隆的气魄给惊到了。接着索隆的刀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黑闪拉丝，索隆说，当然这是我和船长以及朋友的约定。在动漫中，动画组也给索隆加了一些这方面的戏，比如在赌场里用大陈汉震晕了几个出老千的赌徒，在鬼岛会场内更是用了和释放霸王色一模一样的操作。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索隆这时候要是不觉醒点什么，真的打不过劲。从情怀上来说，雷利是海贼王的副手，索隆是未来海贼王的副手，两人眼上和胸口上都有伤疤，都是船长的第一个伙伴，都是剑豪，都爱喝酒，既满足了尾田的对称强迫症，也满足了广大海迷多年的期待。而且能有足够实力驾驭研磨的光月玉田也是三色霸气。目前索隆也在思考让研磨承认自己的方式，所以索隆有霸王色是大势所趋。当然他也成功让研磨认可了自己，打败岩斋进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了。2年前没输过，2年后连跪王，号称2年前谁都打不过，2年后谁都打不过。斯摩格仿佛就坐了一节过山车，上去的快，下来的也快，然后至今还没上来。作为早期罗格镇的海军扛把子，第一个登场的自然系，加上斯摩格有一把顶端装有海楼石的石手，对中小海贼有着很强的统治力。在罗格镇巴基亚尔利塔一伙，这些搞事情的被斯摩格轻松抓住，3000万悬赏的路飞在其面前丝毫没有反抗能力，要不是龙，路飞就得坐着军舰进伟大航路了。从罗格镇追进伟大航路再到阿拉巴斯坦，斯摩格简直就是路飞早期的噩梦，而且每次路飞都是毫无还手之力。期间斯摩格曾经跟保护路飞的艾斯短暂交手过，艾斯2年前 5.5 亿赏金，刚出道能打到甚平先倒地，后来也能跟青雉过招，已经是很强的了。烟雾果实的斯摩格至少短时间内可以与之5-5开，反正斯摩格小海贼说抓就抓，几亿的海贼也能跟他打打。当时斯摩格还是上校军衔。阿拉巴斯坦事件后，斯摩格被迫晋升为准将。草帽一伙打完司法岛后，斯摩格当时正在抓一个5000万的海贼，看到这则消息，决心之后要继续抓捕路飞。到了顶上战争，斯摩格的实力也比之前更强了，表现不说是太亮眼，也是稳定发挥吧。当时路飞已经3亿悬赏了，但不能熟练掌握霸气，即使2档状态也根本摸不到斯摩格，反而被斯摩格一棍摁在地上。斯摩格的自然系和石手2年前真是能克死路飞。接着被生气的女帝一脚踢开，三色霸气的女帝才不虚斯摩格这一套。斯摩格的石手只有前端才有海楼石，所以还没有那么 bug， 很快就被女帝给踢断了。
虽然这场交锋斯摩格处于劣势，但2年前斯摩格打过的架根本没输过，最多也就是这样被压制。可2年过后，每次都被斯摩格给秒的路飞已经完成了蜕变，而斯摩格就给人一种好像停滞不前的感觉。要说那时候的维尔哥和罗真就完全比艾斯女帝强吗？也不至于。斯摩格在新世界直接来了一个心凉的连跪之旅。第一跪拼果实能力玩不过罗，达斯奇斯摩格被罗双杀，还被罗的恶趣味给玩弄了。要说罗的果实能力 bug， 斯摩格也有海楼石啊，斯摩格是一下也没捅到罗。只能说这个时候斯摩格和罗的综合实力就已经差一截了。然后第二跪被凯撒活捉，这个不丢人，因为斯摩格被换了身体，而且大家都没反应过来，一起蹲监狱。第三跪拼体术霸气打不过维尔哥，这场战斗的前半段斯摩格是实打实的被揍趴下了。论力量斯摩格被 KO， 论防御维尔哥硬到斯摩格几乎打不动，而且后面失手又给人打断了。但一定有必要说，斯摩格知道自己没有胜算，后半段宁愿单方面挨揍，也要借烟雾掩护帮罗偷回心脏。斯摩格在情义和大局观这方面从没让人失望过。后来第四跪遇到了正在气头上的明哥，既然维尔哥和罗斯摩格打不过，那没有意外，明哥打斯摩格也没有压力。斯摩格被明哥秒，其实也是因为去保护自己的小弟分了神。后面要不是青雉来救场，斯摩格就凉了。罗要强于维尔哥，明哥比那个时候的罗还要强很多，青雉又比明哥强更多。这几个人在这儿玩套娃，然而斯摩格却最惨，沦为烘托这哥4个的经验包。主线剧情中，斯摩格连战连跪，不过狂热行动中，动画组还是给斯摩格找回了一些面子。斯摩格跟萨博可以纠缠到5-5开，但其实萨博这种在名师辅导下练体术霸气出身的，霸气比维尔哥只强不弱。萨博真要动真格的打起来，斯摩格打萨博更没戏。只能说斯摩格在战力方面很可惜，2年后暂时并没有发挥出惊艳的实力。但斯摩格的人格魅力其实已经盖过了他这个战绩的问题。战绩拉垮承认，但他所贯彻的正义是被大众所认可的。海贼王中很多角色的成功也不是靠的战斗力，而且斯摩格追不上路飞，其实也并非完全是实力问题，而是斯摩格可以明辨是非善恶对错，还有情有义。冰火岛反而是烟鬼很圈粉的地方，而且受人恩惠，斯摩格死也会还上这个人情。所以斯摩格非但没有被放弃，未来的海军也一定是需要像藤虎、斯摩格等等这种既有血性原则，也能明辨是非，为了正义还有些小叛逆的海军。